大家好，欢迎回到老张杂谈。你对新加坡的印象是什么？华人多，发达国家，花园城市，国土面积小，亚洲四小龙，亚太地区的金融中心，全球最繁忙的货运海港，都没错。可这些光鲜亮丽的标签背后，我们很容易忽视的是它强悍的制造业。大家知道新加坡面积有多大吗？734平方公里。新加坡大陆东西长50公里，南北长27公里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交通顺畅，你在新加坡驾车1个小时，可以到达任何你要去的地方。想象一下，一个位于亚洲十字路口的闷热小岛，在1965年获得独立后，还在为生存而苦苦挣扎。但是短短几十年，新加坡就摇身一变成为全球经济强国。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？这一切都与有远见的领导力和战略规划有关。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是这一转变的缔造者。在他的领导下，新加坡专注于教育、创新和吸引外国投资。快进到今天，新加坡证明了清晰的愿景和坚定的领导力可以实现什么目标。让我们来看一下新加坡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。2022年新加坡制造业对 GDP 的贡献约为1345亿新元，约占21%，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制造业占比超过 GDP 20%的国家。很容易想到，新加坡国土面积小，没有自然资源，必然只能发展高附加值的制造业。让我们来看看下面的数据。新加坡是全球第4大高科技产品出口国，全球20%的半导体设备，包括计算机芯片，是新加坡制造的。全球60%的微阵列是新加坡制造的。微阵列是一种在微米或纳米尺度上排列的大量微小元件的技术，通常应用于生物学、生物医学和其他科学领域。全球35%的热循环仪和质谱仪是新加坡制造的。全球11%的半导体晶片是新加坡制造的。全球70%的半导体引线焊接机是新加坡制造的。全球30%的助听器是新加坡制造的。全球10%的制冷压缩机是新加坡制造的。按收益排名全球前10大药物，其中4种是新加坡生产的。新加坡是全球10大化工中心，是世界第5大炼油出口中心。新加坡也是全球宇航价值链的关键节点，提供保养、维修和制造。新加坡的制造业为什么这么强悍？这是因为政府提供了良好的经商环境以及优越的地理位置。新加坡以政治稳定为支柱，依靠廉洁和政策透明的制度取得企业的信任。稳健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加上健全的司法体系，是新加坡低风险经济的支柱。根据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报告，新加坡在营商环境方面始终名列前茅。它就像亚洲的硅谷，吸引着跨国公司和初创企业。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，世界排名第1。根据全球金融中心指数 Global Financial Center Index， 新加坡是世界排名第3的金融中心，仅在纽约和伦敦之后。政局和国家运行稳定性位列世界第1。外资流入总额全球排名第4。利用在马六甲海峡的战略位置，衔接世界600多个港口的大使港口和100多条航线的樟宜机场，全球25家世界顶尖物流公司，有20家在新加坡设立了区域或全球总部。清关效率全球排名第1。新加坡樟宜机场13次被评为全球最佳机场。新加坡港口连续10年蝉联全球第1的国际航运中心。新加坡也是全球创新中心，利用新加坡蓬勃的创新和研发生态，亚洲排名前5名的大学，全球排名第2的知识产权保护，来开发新产品。高科技产业离不开高科技人才，新加坡政府一贯重视人才，除了引进人才，更注重培养本土人才。新加坡在全球教育评估中始终名列前茅，
根据最新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PISA 结果，新加坡学生在2022年的数学、科学和阅读方面排名全球第一。新加坡拥有世界一流的教育体系，强调学习和技能发展的重要性。政府为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提供经济援助，并提供各种奖学金和助学金来帮助学生继续学业。政府也会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提供资助安装宽带和购买电脑。未来技能 Skills Future 是一项全国性运动，旨在为新加坡人提供发展技能和追求兴趣的机会。它提供广泛的课程和计划，以满足不同的兴趣和技能水平。政府会为每一个新加坡人提供一笔资金，支持你在学习时使用。这包括你如果因为学习耽误了工作，政府会为你提供补贴。劳动力发展局我是人力部下属的一个法定委员会，专注于发展新加坡劳动力的技能和能力。它为各级工人提供培训和发展计划，并与雇主合作确定和解决劳动力中的技能差距。公平和进步就业实践三方联盟 TAFIP 是一个在新加坡促进公平和进步就业实践的三方机构，它就工作场所多样性、工作与生活平衡和年龄管理，以及性别、种族等问题向雇主提供指导和支持，并与雇主合作制定和实施公平就业做法。各位，这就是新加坡的奇迹。这个小岛国克服了困难，通过卓越的领导人和高效的政府管理体系，一流的教育和对创新的承诺而崛起为经济明星。更重要的是人才，这是新加坡的立足之本。新加坡不仅仅是一座城市，它向全世界证明了只要有决心、有远见，再加上一点点新加坡魔法就能取得成就。感谢您加入我们的这段旅程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订阅并点击小铃铛。下次给大家介绍新加坡有哪些好看的和好玩的。再见。